欢迎进入一个带你解读世界的频道。前不久瓦格纳反叛，突然让我想起当年的西安兵变，觉得可以重新回顾下历史，借古读今。我喜欢用兵变而不是事变，因为它就是军人政变。西安兵变和瓦格纳兵变有若干共同点，同为奉命在前线之军，两者都因为自己的理念和长官相逆，虽其逆反之势，却又中途折服。但两者又不尽然相似，至今读起那段历史，仍然有跌宕起伏、肝肠寸断之感。老规矩，先来段大历史背景。我主讲历史力求直截了当，和某科书的粉饰扭曲不同。中华民国大陆分两段，前期北洋，后期国民。1912年辛亥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，实际内部是清朝北洋军移民和南方革命党两派。1912年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，南方革命党获多数席位，国民党宋教仁前往北京阻隔却被暗杀，自此南北仇恨结下。2年后袁世凯称帝失败，各路军阀混战争夺正统。孙中山立志夺回革命果实。1919年，孙中山在广东组建黄埔军校，在党内联俄容共，开始训练北伐军。5年后，孙中山不幸英年早逝，蒋介石继承遗志，并于1926年北伐，目标直指全国。北伐属于孙中山军政、训政、宪政的第一步。北伐军一路横扫，各路军阀要么战败，要么投降。2年后，北伐军一统全国，但北伐的路上就发生了国共分裂。时间拉回到北伐第2年，受苏联指示，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开始夺权。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将国民党党部迁至武汉，同时在2届3中全会上选出执监委代表，1/3为共产党员，1/3为国民党左派，并通过决议剥夺蒋的主席职位。在外北伐的蒋介石拒绝承认，蒋是国民党右派，主张实行改良资本主义，而共产主义走的是消灭地主公有化的极左路线，意识形态冲突本就严重。随后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，开始亲共。有意思的是，3个月后，武汉国民政府宣布与南京合并，也开始分共，史称宁汉合流。国共两党正式决裂。随后中共发动南昌起义，在江西建立红色苏区根据地，正式武装夺权。这直接导致北伐后的5次剿共行动。刚统一全国的蒋无法容忍，蒋改国策反共绝俄，100万大军南下，欲除之后快。在1934年的第5次围剿中，苏区陷落，红军溃不成军，被迫出走，史称25000里长征。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，仅剩1-2成兵力。在这5年围剿的同时，就不得不说到东北王张家的事情。1928年是北伐的最后1年，奉系军阀张作霖不敌北伐军，于6月放弃京津，在退回沈阳的途中被关东军炸亡，史称皇姑屯事件。数月后，长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，中国形势上统一，东北军纳入国军体系，拥兵30余万。1929年底，国民政府废除过往不平等条约，欲夺回苏占东北铁路，这导致东北军和苏军冲突，史称中东路事件。东北军2倍多于苏军，却以死伤数倍的结局惨败，被迫求和。当时中共维护苏联，陈独秀就因反对武装保卫苏联，被开除党籍。此战大为震撼了张学良，他认为俄国如此强大，还在日俄战争败给日本，对盘踞东北的关东军就要格外谨慎。而也正因外敌太强，张有反内战倾向，比如东北易帜，比如调停次年的中原大战，比如反对剿共。北伐后第3年，日本决定占领东北。1931年9月18日，日军攻打沈阳北大营，史称918事变。张学良自然不敢抵抗，发电称如开战我方必败，败则永久割地，东北将万劫不复。言下之意，就算日军暂占土地，只要不承认，日后也有机会拿回。于是张不抵抗，撤出东北，日本成立满洲国。蒋也明白张的忧虑和日本之强大，对撤军给予同意。在接下来2年的第一次淞沪战役和长城战役，国军均不敌日本。此时蒋在秘密备战，和德国展开军事合作，打造德械师。多说一句，关于蒋到底有没让张学良不抵抗，我查了很久，众说纷纭。张学良晚年称蒋没命令不抵抗，其实这都不重要。以当时中国之羸弱，打不打东北都会丢，打会让刚统一的新政府化成泡影，后面会讲。从1880年大陆政策开始，中日之间是一场漫长的对垒，日本缓慢蚕食，
还是轻视装备的国府加紧准备。我以前也觉得要拼死一战，但后来意识到中日在装备训练工业方面差距悬殊，你都不用做大数据分析。蒋一直在狂买德国装备，请德国教官。在6年后的淞沪会战中，蒋投入近80万兵力，包括所有德械中央军精锐，但面对人数不到1半的日军，国军伤亡近半，是对方8倍，首都南京也迅速沦陷，相当惨烈。徐州战役后也只能以黄河决堤拖延进攻。所以说918若全面开打，日军有了目标，中央政府会迅速瓦解，正规军无从发展，只能要么投降要么游击。所以时间换空间是上策。当年可没有后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，也没有北约砸钱砸武器，中国只能靠自己。历史再拉回南方，918事变2月后，中共在江西成立国中国，号称中华苏维埃。蒋提出国策先安内后攘外，开始全面剿共。在蒋眼里，这就是另一个必须被灭的军阀，当然这也是蒋作为威权者的私心使然。中共是游击队，面对国军正规军只能败走。1935年红军结束长征溃逃，开启陕北时代，蒋依然没有善罢甘休。蒋派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司令，率东北军20万赴陕甘一带继续围剿。不料张学良损兵折将，久攻不下，东北军内部也颇有怨言。张学良内心有抗日纠葛，又被中共攻击为卖国贼，内心煎熬，于是东北军开始慢慢被渗透。张手下大将王以哲秘密入党，将国军剿共情报悉数上报，张也和中共秘密商谈数次。作为局外人回头看，我个人比较赞成暂时容忍中共，哪怕暂时不和日本撕破脸。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三方，中共是在野革命党有共产理想，每过一地就图赶消灭地主，他以革命建立共产为最终目标。在野党为夺取政权喊出的口号往往崇高，比如抗日救国，不过日后整编到国军后，又以保全自己为主。再比如反独裁要民主自由，以及赞美美国延安体现民主生活新风尚，但掌权后又实行独裁。而张学良所受教育以儒家为主，讲究家国一体，意识形态偏民族主义。张和日本有杀父之仇，失地之恨，自己又有反内战倾向。蒋介石是民族主义加资本主义，和共产主义水火不容。刚统一全国的蒋对建立国中国的中共无法容忍。蒋自觉国军是红军10数倍，也无需红军相助。1935年11月，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宣言，发动心理战，称东北军都是爱国者，成功挑拨了张和中央军的关系。在整个1936年上半年，红军和东北军已基本停战，双方多次来往秘密商谈。张学良和红军联络紧密，并提出秘密加入共产党，承诺想尽办法劝蒋停止剿共。1936年10月，蒋来到西安亲自监督剿共，但得到的是张学良的反对。蒋严加斥责，要求张分清敌我，并警告张若不听会被调到福建。12月，蒋的中央军陆续开入陕甘，遥望西安东北军。红军请示莫斯科可否支援张学良，红军当时一直接受共产国际指令。几天后，张学良再次见蒋，恳请蒋认清形势，共同抗日。蒋指责张年轻受到蒙骗，两人争论很久。次日，张继续见蒋进谏，但蒋态度依旧坚决。张学良彻底失望，便和杨虎城商定对蒋兵谏。我试图还原张学良申请入党和不惜兵变的原因。平心而论，上世纪初共产主义的确看上去美好。马克思从唯物论基础剖析阶级矛盾，认为是资本的分配造成根本矛盾，这种矛盾必将带来革命，资本回到集体手中，人们按需生产按劳分配，成为一个无阶级无私产的大同社会。今天回头看，共产主义实际上是绝对平均的再分配方式，想要创建一个人间天堂，对于广大进步青年和无产者充满了诱惑力。马克思主义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，至今仍颇影响人心，在当时宛如一股清流，让无数人为之神往疯狂或者同情，也包括张学良。这种理想化目标往往也会影响言行作风。延安的红军就有着和旧军阀不同的生活气质和民主作风，所以当时除了热战，还有心理战和认知战。中共更民主，也成功让美国暂停对蒋的援助。为了力求讲透，本期我分2集讲，下集格外精彩，请大家移步下集。欢迎点赞订阅，谢谢大家。